难道真有神灵求我办事，而我触怒了神灵吗？叶迪顿时心慌不已，赶紧吩咐太监去找折子。想了想，又觉得不行。来人呐！快来人！你指！滚滚到底还小，出趟远门可耗费了他不少元气，这一睡就睡了将近半个月。噔噔噔跑到前厅一看，里头竟坐满了人。这么多人围着姨姨，姨姨看起来好像不高兴的样子。没关系，姨姨才不是面团捏的，而且我都跟那个盛叔叔商量好了。干脆抱了个小板凳儿，捧着脸坐下来看戏。他人小又背着光，所以屋内的人都没注意到他。云堂，你莫要冲动啊，和离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你向来是个孝顺的好儿媳，难道连娘的话都听不进去了吗？你当叶家儿媳这么多年，娘一直拿你当亲女儿疼，何曾亏待过你呀？云堂看着他那张假慈悲的脸，就知道他先会用孝顺二字拿捏他。婆母的确不曾亏待云堂，不然如何能蒙骗云堂这么多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我这婆婆哪里做得不好，让你误会了吗？云堂将她细微的反应看在眼底，真是误会吗？这世上做婆婆的会误将绝嗣药当做调理身子的药给自己儿媳吃吗？哎呀，云堂，你这说的是什么胡话？什么绝嗣药？我这做婆婆的做梦都想让你为叶家开枝散叶，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儿？你这是听了谁的挑唆呀？云堂就知道他不会承认，一抬手，戴乔就提着2个被捆着的嬷嬷进来，将那些没吃完的药也一并扔在了地上。2个老夫人瞳孔俱是一缩，脸色也是青一阵白一阵的。人证物证俱在，2个嬷嬷也都认罪画押了，还要我多说什么吗？这药不是你母亲托我转交给你的吗？怎会有问题呢？我当时就想着嬷嬷和药都是你亲娘给的，定是做娘的心疼女儿，从未有过怀疑呀。怎么会呢？云堂，是不是哪里出了岔子？你算了，云溪还没坐稳将军夫人的位置，我先忍忍。云堂，你是瑶儿的嫡妻，又陪着叶家走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母亲心里从始至终只认你这么一个儿媳。那既然婆母心中只有我一个儿媳，那就是不喜欢江云溪，也不同意江云溪进门了。叶老夫人猝不及防，面色一僵，母亲喜不喜欢她又有什么打紧？进不进门的我这老婆子也说了不算，母亲只是看在2个孩子的份上，不想叶家仅剩的骨血就这般流落在外，否则100年之后，我有何颜面去底下见老将军呢？这时又要拿我无后来当借口了，婆母怎么连狡辩都这般鬼打墙呢？叶老夫人顿时噎住。嫂子，你也知道母亲身子不好，为何要故意惹母亲伤心呢？母亲不过是舍不得2个孩子罢了。自从有了莹莹和红哥，母亲脸上的笑容都多了许多呢，身子也越发健康。你就这么见不得母亲好吗？我要见不得你们好，在睦州流放之时，你母亲就已经被官差打死了，你也早被污了清白，还能站在这儿理直气壮地指责我？你才被我没有。说完就咬唇哭着跑了。江老夫人哪想到叶家人这般不中用，你就是这般对待你婆母和小姑的？江家教你的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吗？我15岁回到江家，不过半年就出了阁，可不就是江家没教好吗？他还敢顺杆爬，从前训他10句，他可是一声都不敢吭的。你在怪我？我当年拼了命将你生下来，你就是这般回报我的？原来母亲生子是要回报的，早说啊！我要知道，就不会往您肚子里投胎了。你粗鄙狂逆，我江家怎会有你这种女儿？
子宇，替我好好教训这个逆女！沉默的江子宇赶紧上前给母亲顺气。云堂，大哥对你很失望。很巧，我也是。江子宇差点噎住。你真是冥顽不灵。比起从未疼过他的母亲，大哥对他的指责更让他心痛。有本事叫叶向瑶和江云熙亲自来，躲在一群人身后当缩头乌龟，只会更叫人看不起。各位如果没话说了，就请回吧。你不答应也得答应，圣上已经让大监传了圣旨，不日就能到青州。御赐的婚事，你就是再不情愿，也得老老实实的跟着一起接旨。丢下这话，他便带着众人甩袖而去。叶向瑶还真来了。乔姨，你快问滚滚画了什么？叶向瑶扫了眼他的脸，下意识就停住了脚步。滚滚在地面上画说头大乌龟。怎么感觉他在骂我呢？还朝脏的那种。叶将军有何贵干？叶向瑶自然是来要银子的，他乃正三品大员，娶妻牌面自然不能寒酸，而且他答应了云溪，要风风光光的娶她进门，没有银子如何办事？管家说你来将军府那日去了库房，之后库房里的银子和银票便不翼而飞。这些日子我查了，除了你，没有其他人有此嫌疑。搜吧，搜到了我就认。叶向瑶还真带了人过来，一挥手，10来个侍卫便一拥而入，很快将梅园翻了个底朝天。将军，别说银子了，就连铜板咱们也没见着一个呀。叶向瑶不信，目露威严，逼视着江云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咦，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滚滚肚子好痛。叶向瑶的面色瞬间黑如锅底，转头怒瞪向滚滚。叶向瑶，你敢动滚滚一根手指，我就斩你儿女一双臂膀。叶向瑶被他眼中的杀意惊到了，可从前这股杀意都出自于维护他。叶向瑶下意识地解释，我没想动他，我还不至于跟一个小崽子计较。云堂让戴巧抱了滚滚进屋，再一次动用了读心耳。你我闹到这种地步，颜面名声还重要吗？要如何才愿合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合理。江云堂诧异的凝眉，叶向瑶却没说出这话，而是突然通知他，婚期定在2月初2，传旨的太监已经到了临水镇，银子你交出来也好，不交出来也罢，都不会有任何改变。说完转身离开。姨姨想要正式收养滚滚，滚滚愿意吗？愿意的，愿意的。这样滚滚是不是就有娘亲啦？那日子就定在2月初2，不仅要祭祀告庙，还要大宴宾客。说完他就吩咐戴巧出去办事。不过一日，全城便都知道将军夫人要在2月2办继母宴。哇，姨，你给滚滚梳的头发，滚滚好喜欢。还有这个小老鼠抱着这个小钱钱，就太符合滚滚的身份还有气质啦。喜欢就好，这个寻宝鼠和滚滚一样可爱。他分明就是故意的，真是丢人现眼。不日圣上就会下旨赐婚，青州城哪个有脸面的人家会为了他和一个来路不明的野种冲撞了云溪的婚宴？叶老夫人也觉得伤面子，委屈的直擦眼泪。云堂故意将日子定在2月初2，就是摆明了告诉所有人他不同意这桩婚事啊！哪有做儿媳的将家丑这般外扬的？到时候宾客们看的还不是云溪的笑话？这老东西故意把事往云溪身上扯，又是让我江家来出这个头吗？江老夫人同吞了只苍蝇般恶心，突然又想到他哪儿来的银子大操大办？叶老夫人赶紧撇清，他来青州时随身只带了200两银子，定不是我们叶家给的。这时叶向瑶沉着一张脸从外边回来，江云堂准备在城内城外摆888桌流水席，宴请八方百姓。啊，800桌，那可是给云溪办婚宴的银子呢，他怎么敢？银子呢，是拿不回来了吗？梅园我搜过了，城内外的钱庄我也查过了，
没找到。那银子还能凭空消失不成？没有银子，聘礼和婚宴怎么办？这可是圣上赐婚。儿啊，娘这趟来得急，并未带多少银子。倒是亲家在青州已有1年多，想必准备的充足。要不然，你们不会是让我们江家倒贴这笔银子吧？还要不要脸了？都倒贴5年了，也不差这一点儿吧？江老夫人只觉血冲头顶，眼前真的黑了。老夫人放心，奴婢直接把这鹤顶红给那小妮子灌下去，然后再把这参了鹤顶红的糕点放在她跟前。等明日夫人醒来，她早凉透了，到时候凭她怎么查也查不到咱们的。只要这个小野种死了，他继母宴就进行不下去，脸面和银子自然就回来了。就是这个小野种挡了我希儿的路，那就休怪我先送你上路了。你要送我去哪里呀？你怎么会醒过来？江老夫人看见他居然还会动，不可能，所有人都没醒，你怎么会醒？我在梅园用的水里下了足量的蒙汗药，足以让一个壮汉昏睡1整夜。他一个小娃娃怎么可能逃得过？除非他没吃饭没喝水。不过没事，幸好我准备充足。既然你醒了，那这些糕点你就自己吃下去吧。乖孩子，想不想吃糕点啊？你要是乖乖把这个糕点吃了，明天我就带你去街上玩。街上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你还没去过吧？滚滚自从来了将军府还没出去过。啊，真的？真好骗，当然是真的。说完就拿起香甜的糕点递到小滚滚的嘴里，见他屁股旁边放着个破碗，将剩余的糕点全都倒进了破碗里。又接单啦？行吧，那你想要什么？江老夫人看着他吃下糕点，想着明日梅园会如何乱成一团，就忍不住畅快的大笑。我想要什么？我要你们永远消失在我眼前。滚滚小小的脸上充满了大大的疑惑。你不要银质吗？不跟小钱钱挂钩的事情，滚滚很难办的。江老夫人听到他突然提到银子，你知道银子在哪儿？知道呀。人间所有的银子他都知道在哪儿，他可是小财神呢。我就知道银子它不可能长腿飞了，肯定是被江云堂藏起来了。快告诉我，你们把银子藏哪儿了？你是想要滚滚的银子吗？对，你的，你和江云堂的。这小孩没想到是个傻子。在滚滚的碗里面呀，你看。小野种，你敢耍我？滚滚没有撒谎，是你自己看不见。江老夫人眼前再次金星直冒，恨不得直接掐死他。等把你解决了，我自有办法逼着他把银子交出来。现在我就要你永远消失在我眼前。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江老夫人冷笑，压根儿没在意他这没头没脑的话。一直等滚滚吃不下了，他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然后盯着床榻上不省人事的一大一小，脸上凝出一抹冷笑。被扔掉的孩子都该死了才好。翌日江云堂一觉睡到快午时才醒。怎么我这身子感觉软绵绵的？不好，滚滚！却见滚滚趴在榻上，撅着小屁股扑哧扑哧地往外排气。哎呦，滚滚的肚肚生气气了。那个是爸爸的老婆婆给滚滚的糕糕好像坏掉了。哎呦！江云堂从这短短2句话里得到大量信息，赶紧抱着滚滚问了个清楚，然后强撑着身体叫醒所有人，并让戴巧出去抓药。
片刻后，戴巧提着药包过来，一进门就说了个天大的消息：夫人，今天上午清风阁里大夫进进出出的，说是江老夫人走路时摔了一跤，被路边的树枝戳瞎了双眼。江云堂听完，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他这是罪有应得。他们敢用如此下作狠毒的手段对滚滚，那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转眼到了2月2，一大早，整个青州城又飘起鹅毛大雪，天空也阴沉沉的。北定将军府里张灯结彩，喜乐喧喧，滚滚穿戴的像个年画里的娃娃。正好碰到叶向尧领着亲友在门前整肃队伍，准备去城北的庄子上迎亲。叶将军恭喜！叶将军恭喜啊！恭喜叶将军！在一片欢声笑语和恭贺声中，叶向尧的脸色着实算不上好看。江老夫人眼睛瞎了，请了无数名医都治不好。叶家变卖了金银玉器，才勉强凑了1万多两银子，办了这场婚宴。可最关键的东西，赐婚圣旨明明昨日就到了，大监怎么还不来府上传旨？江云堂连声招呼都没打，直接越过迎亲队伍上了马车，和滚滚去了青州城城北的财神庙。今日他要在这里正式认养滚滚。虽然时候还早，可财神庙周围已经有许多百姓聚集在此看热闹，并等着敲鼓开饭。青州城可好些年没见过这么大的热闹了。那可不，没想到这位将军夫人这么有骨气，真敢在将军娶平妻当日给他们难堪。还狗屁的骨气！这位将军夫人在将军府里根本没地位，还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就他这种妒妇，还能给叶将军和新夫人难堪，他自己才是没脸的那个吧？一阵高过一阵的嘲笑声，如同引子被抛向人群。说是收养了个孩子，可你们看将军府人嘛，将军府一个主子都没来，叶将军更是连个面都不会露。人家叶将军在忙着娶美娇娘，哪里顾得上你这种不识大体的糟糠之妻呀？一会儿迎亲的队伍回城要经过财神庙，那时候可有的热闹看喽。江云堂不用猜也知道那些难听的话是谁故意散播的，可他并没有理会。此刻没有什么东西比滚滚更重要，这是他的救赎。他低头牵着滚滚的小手，无视冰天雪地，一步一叩，虔诚的模样，仿佛周围没有任何人、任何声音能干扰他。那些看热闹的百姓见此情形，渐渐的竟也没有了声音。信女江云堂愿收养滚滚之膝下，待她如亲生女儿一般，用一生供养她，爱护她，求神仙成全。说完，他便再次重重地磕下3个头，长伏不起。一瞬间，财神殿外的天空亮了，雪缓缓停下，一缕阳光自东方破云而出，直直照进了财神殿里，投在了滚滚和江云堂的身上。百姓们见此奇观，纷纷震惊地说不出话来。直到很久以后，仪式完成，那束阳光才再次被云层遮住，鹅毛大雪也再次纷纷而下。江云堂抱着滚滚从财神庙里走出来，站在一面锣鼓前停住。不过片刻，迎亲队伍吹吹打打的声音就静了。将军夫人大喜呀！如夫人这般美貌善良，定会夫妻美满，子孙满堂。恭喜将军，恭喜将军夫人！哎，西夫人成了将军夫人，那刚才那个……切，提她做什么？真晦气！你没听说过吗？叶将军跟西夫人10多年前就定过亲，要不是被前头那位抢了亲事，二人早就终成眷属了。这叫什么？这叫冥冥中自有天意，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江云熙坐在花轿内，听着这些话，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还是咱们夫人有手段，故意选择在城北的庄子待嫁，故意经过这儿，就是让他江云堂看看将军是如何八抬大轿将咱们夫人引进门的。江云堂啊，江云堂，今日青州城的官眷贵女都会去将军府贺我们新婚，你以为组织平民百姓吃个席就比我有脸面吗？待赐婚的圣旨下来，你就会被我彻底踩在脚下。
正在这时，前方出现一声高喊：“圣旨，圣旨到了！将军，圣旨到了！”是赐婚的圣旨到了吗？这下这门婚事可就是板上钉钉了，以后2位将军夫人就不分大小了。说是这么说，可哪能真不分大小？这席夫人有一双儿女傍身，又有叶将军宠爱，财神庙那个哪能比得过他？前头那位夫人够惨的，亲眼看着自己的相公娶别的女人就算了，还撞上宣旨，简直丢脸丢到姥姥家了。百姓们瞅着财神庙那一大一小的身影，真是怎么看怎么可怜。圣旨到，末将接旨。朕因昊天之眷命，欲令北定将军叶向尧即日携众家眷回京，不得有误。叶向尧听完直接僵住了。不是赐婚的诏书吗？圣上是不是弄错了？放肆！圣上旨意，岂容尔等质疑？大监恕罪，贱内并非有意冒犯天威。叶将军既知不该冒犯天威，那便脱下这身喜服，接旨吧。是。大监这才笑了笑，对着一直匍匐在地上发抖的江云熙道：“起来吧。”是。叶向尧刚要屈服，二人同时一僵，看热闹的百姓的表情顿时一个比一个精彩。江云熙头一次丢脸丢到如此境地，只能落着眼泪狼狈不堪地自己爬起来，躲到叶向尧身后低声啜泣。圣上这是不同意这门亲事吗？这还不明显吗？婚事若是再进行下去，就等同于抗旨啦。那席夫人还什么西夫人、东夫人？以后她充其量就是个外室，将军府里只有一位夫人，就是财神庙那个。叶向尧忍着震惊复杂的目光，不受控制地朝着财神庙门口看了一眼，躬身道：“老大监千里迢迢前来宣旨，请先回府上歇息片刻，待末将收拾好行装，便随大监回京复命。”叶将军，我瞧着你府上现在似乎不方便呐。叶向尧立马明白了什么意思，赶紧吩咐小厮：“快回府上传令，撤去一切装点之物，遣散宾客。”这次前方再次传来一声叫喊：“将军，将军，府中又失火了！”叶向尧脸色一下子又成了锅底。怎么又失火了？又是谁干的？在场其他人则忙抬头朝着将军府的方向看去，远远的只见城中一处天空中火光弥漫，火势大，火力猛，可就逮着那一块烧，在烈烈寒风中寸步不移，于纷纷大雪之下显得极为诡异。叶向尧只觉得这情形分外熟悉，突然转头看向财神庙，江云堂隔着风雪对他冷冷一笑，然后抱起滚滚捉着他的小胖手，拿着鼓槌一棒一棒地敲响大鼓。开席喽！开席喽！不对呀，不对呀！将军府被烧的渣儿都没剩下，连收拾行李都省了。但叶家10里红装聘平妻，江云熙的聘礼和嫁妆却装了足足20辆马车。那个坏姨姨明明才格就很平庸，怎么会有那么多小钱钱呢？就算她结了娘亲的财运，那也还是超格了呀！啊，难道说她还抢了其他人的小钱钱？哎，滚滚，你看喜不喜欢？喜欢。娘亲，这是给滚滚的吗？滚滚呐，咱们马上就要进京了，京城不比这儿。娘亲对你有一个要求。滚滚以后不能告诉别人自己是小财神，不然会有坏人想害滚滚的，明白吗？滚滚不明白，但贴心。好吧。江云堂怜爱地摸摸他的小脸儿，将他从不离身的破海碗装进了挎包。滚滚喜欢得不得了，挎着包包扭着身子就跑去跟戴巧炫耀。巧姨，巧姨，你快看！哎呦！
这孩子怎么不长眼？埋怨的话说到一半，叶老夫人就怔住了。这孩子怎么长得跟瑶儿小时候如此相像呢？滚滚不是故意的，对不起。说完就继续跑走了。叶老夫人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直到发现江云堂一直皱着眉盯着她，才讪讪地离开。这老夫人刚才看滚滚的眼神怎么怪怪的？这时身后传来大间的笑声。你养的小娃娃瞧着着实有趣儿，名字就叫滚滚，还是有其他名讳？这不是圣上御书房里近身伺候的心腹吗？他怎么亲自来传旨了？回大监就叫做滚滚，因他年纪还小，暂时未取其他名讳。听说他是你从临水镇捡来的？是。他倒与你有缘，回京这一路咱们也正好要经过临水镇。不走官道吗？嘿，走官道太费时候，听说夫人每年都取小道往返，到时候还怕要劳烦夫人指路啊。好说好说。傍晚时就到了临水镇，在镇上的客栈住宿用饭。咱这临水镇眼看着要变成临水村了，这才刚过完年，好些铺子就因为生意不好关了门，不仅镇上的富户都陆续搬走了，就连衙门也要撤了。我当初就说那财神庙不能拆，现在好了，财神真不保佑咱们镇子了。你说这事邪乎不邪乎？原以为滚宝那个瘟神走了，咱们镇上就不会再出现怪事，现在怪事是没了，可财气好像也跟着没了，大家的日子是越过越差。我家也一样。坐在一旁的江老夫人闻言，原本耷拉的脑袋表情忽然一变。你们说的滚滚是谁？是不是他？客栈里其他人听到这话，纷纷朝着滚滚看过去。滚滚正埋着努力干肉，听到自己的名字，可不就是他吗？他怎么又回来了？滚回来了！才不是滚回来的，我是坐马车回来的。这小瘟神不是走了吗？怎么才几天又回来了？哎呦喂，咱们镇上最近已经够倒霉了，小瘟神再往这儿一待，大家的日子可怎么过呀？江老夫人沉着脸将这一句句都听进了耳朵里，好像突然明白了。我被戳瞎双眼，肯定跟他有关。我前一晚刚说让他彻底消失在眼前，我第二天就成了瞎子。瘟神绝对是个瘟神，吃了那么多剧毒的点心都没给他毒死，不只是个瘟神，还是个妖孽。江老夫人想到这儿不禁打了个寒颤。江云堂，你听听，你养了个什么东西？他是妖孽啊！你不烧死他就算了，还想把他带回京城，你是疯了吗？我看您才疯了，滚滚只是个孩子。说完，他就抱着滚滚上楼，不让任何人近身。江老夫人气得怒火中烧，见掌控不了江云堂，就借用其他人施压。你们刚才可都听见了，他是个瘟神呐！这镇上的人都怕他，将军府发生的事就是例子，你们不怕吗？最近的糟心事儿，好像确实桩桩件件都有这小崽子的影子。尤其将军府那2场火都极为诡异。我大业之兵土，在圣上的治理下，海晏和亲，国泰民安。这等怪力乱神、妖言惑众之语，怎可乱传？叶向瑶赶紧领着众人跪下，大监冷了他们一会儿，才似笑非笑道：人倒霉的时候，还是多想想自己都做过些什么。行了，都早些歇息吧，明日还要赶路呢。待到第2日上路时，叶家和江家人的马车明显离滚滚远了许多。滚滚懵懵懂懂，好像有点明白。我好像有一点点明白，娘亲为什么不许我再说自己是小财神了。17日后，一行人终于抵达京城，来不及休整就候在了宫门口。大监先去给圣上回话，这一回就将近1个时辰。江老夫人一脸菜色，身子明显快撑不住了。听到滚滚还能元气满满的挖来挖去，一腔怒火立刻被点燃。哇！这小野种怎么还在这儿？叶家根本没承认收养他，
他算哪门子的叶家人？有什么资格面见圣上？话音刚落，大坚笑眯眯地从宫门口出来了，直奔滚滚面前。夫人，圣上请您带着滚滚先去偏殿候着。江老夫人的脸色顿时比吃了屎还难看。滚滚不能去。大坚惊讶，语气逗小孩似的问他：为什么呀？滚滚害怕的飞快往江老夫人那儿瞟了一眼，小嘴都瘪了下去。就是这个婆婆说滚滚不是叶家人，没有面那个格，反正就是不能去。你居然敢！江老夫人气得差点原地倒下。江老夫人，圣上正与大臣们商讨要事，劳您在宫门口再等等。说完，就带着滚滚和江云堂先进去了。金钱的味道。滚滚一路吸着财气到了偏殿，在里边吃了桂花糕、栗子糕。好大的财气啊！他呲溜一下蹦出去，从门口捉到了一个明黄色的衣角。臣妇参见圣上。滚滚，快放手，到娘亲这儿来。无妨，你就是梦里来求朕办事的小财神。看见滚滚的第一眼就确定了。娘亲交代过的。我不是小财神，我是小滚滚。长相声音都一模一样，他居然还不承认。你这是托朕办完了事，拍拍屁股就不认人了？可你爹爹不是告诉你托人办事要送礼的吗？朕怎么没收到你的礼物？滚滚惊讶地瞪大眼睛，证明自己的清白。我送了你小雪人。那朕醒来为何没有看到？那肯定是你睡懒觉，雪人就化掉了。果然是你，承认了吧？滚滚一下子懵成石墩子，江云堂忍不住扶了下额，然后赶紧俯身磕头。圣上，滚滚他……无需掩饰。听说滚滚是你在财神庙捡到的，而且在财神庙祭祀祷告，收养了他。大坚肯定已经把滚滚的来历、领使朕的见闻都告诉了圣上。圣上，滚滚确实有些特别之处，但他也只是个孩子，肉体凡胎，天真纯净，并非外头传言的那般啊。叶帝相信滚滚不同于传言，并非小瘟神。若他真是小瘟神，区区小事何须来梦里求我，直接将人害了便是。但若是肉体凡胎，他又怎么可能入凡人的梦？叶帝低头看着滚滚，伸出龙爪，掐住了滚滚小脸上的肉，水嫩嫩、软绵绵、热乎乎，跟普通的小娃娃一样，但更好捏。还真是肉体凡胎。叶帝有些恋恋不舍地放开手，鹰隼般的眼中有几丝不解，直接问滚滚：你是如何知道要找朕，又是如何找到朕的？滚滚一脸老实。大巧姨姨说娘亲的事归圣上管，然后滚滚就问娘亲圣上是谁，在哪里，然后滚滚就回去睡觉觉，就找到啦。就这么简单？从睡觉到找到的过程，你是一字不提呀？因为没有呀。叶帝感觉一口老血堵在了喉咙口，无奈地叹口气。然后看向江云堂：你与叶将军的事，朕听说了。男子求娶平妻，虽不常见，却也有先例。朕能阻止，却不能问罪于叶将军。且按照大业律例，和离需夫妻双方自愿才能达成呀。朕虽为天子，也不好强逼着臣子和离呀。且你一旦和离，在叶家经营的一切，岂不是拱手让给了他人？你乃武安侯正经嫡女，朕记得初次见你时，颇有乃父之风，何须为一男子弯腰？你且好好养着滚滚，你的福气还在后头。江云堂见和离暂时无望，只能遵旨
带着滚滚随大监出宫。滚滚方一离开，叶帝琛四下无人，难掩激动地搓手手。神仙，这可是真神仙呀，必须把他留在大业，不，必须留在皇家。但怎么留呢？娶进来，这主意倒是不错，但选谁为国捐躯好呢？叶帝还没来得及思考，大监踩着小碎步进来。圣上，叶将军及其家眷还在宫门口候着呢。叶帝咳嗽一声，满脸威严地背起双手。这时门口又传来噔噔噔的脚步声，只见滚滚去而复返，跑进来拉着叶帝的龙袍，告诉他：你很快要破大财啦，要小心哦。国库一直十分空虚的叶帝无语。破大财？怎么破？我还小，只能看到盛叔叔的财盘上面有洞洞，有那么一点点多。不过没关系，盛叔叔的财盘好大好大的，比我见过的所有的人的都大。滚滚说完就再次噔噔噔地跑出去了，和娘亲一起出宫。小小老鼠，小小老鼠不透明，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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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脸猫，大脸猫爱吃鱼，喵咪咪，喵咪咪，喵咪咪。一个尾巴细又长，一个脸大吹牛皮，喵咪咪喵。宫门口的众人看到他们出来，还神采奕奕的，表情可谓各有各的精彩。叶向瑶紧皱着眉头，不知圣上何时召见末将？圣上还在御书房处理政务，今日不得空，将军还是先行回府等着吧。叶向瑶闻言，整个人都是一崩。圣上让大监亲自召他回京，却不见他，还把他晾在宫门口快2个时辰，到底何意？只是娶个平妻，应当不至于让圣上动怒至此吧？而且圣上不见我，又为何要见江云堂？他可有同圣上提起和离之事？叶向瑶满腹不安，很想找江云堂问一问，可江云堂已经抱着滚滚上了马车，根本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吩咐车夫回将军府。叶向瑶内心不知怎的发紧的同时，也松了一口气。一行人回到安乐巷北定将军府，不知为何，将军府门前此刻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百姓。滚滚伸着小脑袋瞅了人群中的大巧一眼，真棒！江云熙，你是什么身份？竟然也堂而皇之的进我将军府的大门？将军，姐姐她……叶向瑶当着众人的面一阵尴尬，却义正辞严。云溪虽未进门，却跟了我多年，还为我生下2个孩子，我叶家的血脉怎可流落在外？原来是外室和外室子啊！将军若是想认回孩子，就先纳江云熙为妾，如此孩子自然能名正言顺地回叶家。我作为将军夫人，也愿意大度地接纳他们。江云熙听出了他的话外音，我绝不做妾。然后指着滚滚，像抓住了什么把柄似的反击。你说我的儿女没资格进叶家，那这个野孩子就有资格了吗？叶家可没认他。滚滚是我祭告天庙，宴请全城百姓认养的女儿，圣上都认了，那叶家不认也得认。只要她是我的女儿，便能堂堂正正进将军府的门，因为我江云堂才是北定将军府名正言顺的夫人。说完，他又嘲讽地看向叶向瑶，江家二小姐如此迫不及待，我看叶将军择日不如撞日，今日就纳了她吧。我也不是那等不容人的一个妾罢了。江云熙被妾字刺得脸色发青，生怕叶向瑶真动了这样的念头，慌忙看向他。可叶向瑶现在哪儿敢，明知江云堂是故意闹这么一出，却拿他根本没办法。再折腾下去，不过是让更多人看将军府的笑话。云溪，你和孩子先回江家。江云熙不可置信，瞬间红了眼眶。叶将军你……叶向瑶瞧着他满心满眼只有他的可怜模样，语气跟着软了几分。听话，我自会想办法。江云熙知道没有回旋的余地了，这才不得不认命，准备回江家。等等，
江二小姐，麻烦将叶家的聘礼留下。纳妾可用不着这些。江云熙被一而再再而三的刺激，再好的伪装都有了裂缝，眼神怨毒，咬牙切齿地上了马车。哎，真棒！滚滚再次竖起自己的针棒，给威武的娘亲左右各巴击了一下。你竟敢将我这个夫君逐出正院！江云堂，叫姑奶奶都没用，这里可是将军府。但回应他的只有更重的关门声。好一会儿之后，江云堂估摸他面子挂不住该走了，才放滚滚去院子玩。结果滚滚刚在墙边挖了几个洞，嘿呦嘿呦，我是一个爱劳动的好宝宝，我是一个爱劳动的好宝宝。哎呦，叶向瑶的声音就出现在头顶上方。你在做什么？好好的院墙被他挖了一排狗洞。那个你要进来吗？叶向瑶无语。这小崽子是故意的吧？罢了，我不与之计较。今日你娘进宫，都跟圣上说了些什么？滚滚不想告诉他，就学着娘亲的话，叫那个姑奶。叶向瑶气得嘴角都抽了，可他太想知道。叫你小姑奶奶，行了吧？没用的，没用的。叶向瑶反应过来自己被他耍了，恨不得直接翻进去揍他。我只是和他说了几句话，没吓唬他。将军，老夫人请您去趟安寿堂。叶向瑶见有台阶下，在江云堂与他翻脸之前赶紧道：我先去到母亲那里。滚滚则一直盯着那个丫鬟。好奇怪呀，那个姨姨马上就要死掉了。江云堂知道滚滚不会心口开河，怎么看出来的？就是他的财盘突然就断没啦。那个丫鬟是叶老夫人心腹嬷嬷的女儿，名唤杏儿，也是老夫人屋里的大丫鬟，平日身体挺好的，怎会突然亡故呢？他不想多管闲事，但莫名的他想到叶老夫人看滚滚的神情，还是喊戴巧过来。戴巧，你亲自去盯着老夫人屋里的杏儿。是。戴巧赶紧去了，江云堂抱着滚滚去洗了个澡，一收拾就收拾到了晚上，正准备吹灯睡觉时，夫人出事了。怎么回事？今日白日里还一切如常，但入夜之后，杏儿在自个儿房里被人迷晕，同石袋子一起被沉进了莲花湖里。幸亏夫人叫奴婢一直看着，奴婢等人走了，赶紧跳进湖里救她，结果还捞到了他娘陈婆子，已经没气儿了。那杏儿呢？还活着吗？还活着，就是被吓得有些癔症了，嘴里一直念叨着一些稀奇古怪的话。夫人要见吗？夫人，您救救奴婢，求您救救奴婢！我为何要救你？你主子要杀你，你想要活命，该去求你主子才是。夫人，只有你能救救奴婢了，奴婢求您，只要您肯救奴婢，奴婢什么都告诉您，什么都告诉您呢。言下之意，好似今日之祸与我有关。你要告诉我什么，值得我救你一命？杏儿抬起头，目光闪烁地看了眼他的肚子。夫人，您曾经怀过一个孩子。江云堂僵住，微微敛眉，似乎根本不信。我怀过孩子？我自己怎么不记得？什么时候？滚滚也惊讶地望向娘亲，杏儿一脸豁出去的神情，边哭边交代：就是4年前，夫人陪老夫人去荆州探望将军，待了有3个月那次，因为夫人突然晕倒，老夫人便让奴婢的娘去请了大夫，诊出夫人已经有了1个多月的身孕。老夫人知道夫人有孕，当时高兴坏了。可等老夫人去了趟将军的院子后，回来就吩咐奴婢去熬了落胎药，还让所有人都瞒着夫人。对，我记得那次晕倒，我头一次生那么久的病，一病就病了2个多月。杏儿见他不说话，面色也跟着紧张起来。那落胎药药性不烈，但极伤身子，老夫人怕夫人事后察觉，便想着回京路上颠簸掉这胎，结果刚出发没2天，夫人就再次高烧，在临水镇的客栈内小产了。
后来夫人还在昏迷，老夫人便以您染了疫病为由，不许除了奴婢以外的任何人靠近。夫人命大熬过了那一关，但老夫人下了封口令，所以夫人醒来后并不知晓自己有孕和滑胎之事啊。江云堂不可思议地听完，身子阵阵发颤，因为诸多细节都对上了。奴婢若有半句虚言，定不得好死啊！老夫人今日还突然问起此事，吩咐向奴婢确认落下来的胎肉是不是真的埋了。下午又让人请了一尊佛像，还让奴婢在您的院里埋了东西。奴婢左思右想，只能是因为这件事，老夫人想要奴婢跟奴婢娘的命。江云堂心头滴血，你把孩子埋在哪儿了？埋在了一个破庙后面的小山坡上，就在镇子东边。啊，临水镇东边的破庙，那不就是我的财神庙吗？我也是埋在小山坡里长出来的。可江云堂并未注意到滚滚的神情，已经心痛得连呼吸都吃力。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杏儿被他这一声吓得战战兢兢，又开始不停哭着磕头。因为那个时候西夫人也怀了身孕，连月份都同夫人差不多。江老夫人为了让西夫人先生下将军府长子，所以才让老夫人给您落胎啊。老夫人起初也犹豫过，毕竟夫人肚子里也是她的亲孙儿。可江老夫人向老夫人保证说，西夫人那一胎必是男胎。很好。不止没拿我当亲人，甚至没拿我和肚子里的孩子当人。我的孩子竟在我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被人害了。想要去找那些人对峙，戴巧赶紧拦住他。夫人您别冲动，老夫人肯定不会承认的，您这样冲过去只会打草惊蛇。当年这件事的知情人就只剩下奴婢母子二人，如今奴婢的娘死了，凭奴婢一面之词，老夫人定不会承认的。那就让我的孩子只要白白死了吗？他们好狠的心，好狠的心呐！滚滚还是第一次见娘亲哭成这样，小嘴一抽一抽，也跟着瘪了起来。我也是被仔仔嗝屁要杀死的，我的娘亲要是知道，会不会也像娘亲一样伤心呢？这个世界上怎么有那么多坏人喜欢杀仔仔？仔仔也会痛痛的，他们都应该受到惩罚。滚滚一边抽抽搭搭，一边将小母牙磨得咯吱作响，挎包里的破海碗开始不停躁动，一道道符咒突然跟不受控制了一样从碗里飞出来。江云堂莫名的竟也看到了那空中那些横冲直撞的巨大巴掌，咻咻咻朝两个方向狂奔而去。不过几息的功夫，便听到几声轰隆隆的巨响。不好了，老夫人的佛堂塌了，老夫人还在里面，快来人呐，快来救人呐！戴乔，去看看。夫人，安寿堂内的佛堂真的塌了，老夫人当时正在里头念经，一院子的奴才在废墟里挖了快半个时辰，才将老夫人给挖出来。戴乔那解气的模样，就差把普天同庆4个字刻在脑门上了。我的长公主真是超厉害的。江云堂说不震惊是不可能的，看向滚滚的目光充满了复杂，有感动，有敬畏，但更多的是担心。傻滚滚，这么明目张胆的维护娘亲，万一给你自己招来麻烦怎么办呢？戴乔，先把杏儿带下去，今晚这事儿就当作不知道，后面的事我自有安排。滚滚，跟娘亲去休息。好。院里灯刚吹灭，叶桑姨就哭哭啼啼地冲了过来。嫂子，安寿堂那边出事了，娘的佛堂不知何故突然塌了，娘被埋在里面受了重伤，嫂子你快去看看吧。啊，佛堂塌了？这佛堂好端端的怎么会塌了呢？那你赶紧去请大夫呀。叶桑姨根本没听出他话里的讽刺，
我叫丫鬟去请大夫，可这么久了，丫鬟都没有回来。嫂子，我实在害怕。这柔柔可怜依赖我的模样，和在青州指责我时，真是两副面孔。哎，叶向瑶呢？这安寿堂出事，你应该去找你哥呀。大哥他不在府中，天黑之前，大哥说他要出去一趟，然后就一直没回来。越说声音越小，也越来越不敢看江云堂。他不是出去了，是去江家了吧？你既知道人在哪儿，那还在我这儿哭什么？要哭去江家哭去。叶桑怡被他的样子吓得一时没了声儿。见他真不管，只能咬着牙跺着脚跑了。娘亲不气啊，欺负娘亲的坏人，滚滚都会教训的。江云堂被安慰到，抱着滚滚平复了心情，又吩咐丫鬟：“你去安寿堂那边盯着点儿，省得他们又出什么幺蛾子。”结果丫鬟刚去了没一会儿，那叶桑已经又跑了过来，哭得比刚才更惨了。嫂子，叶家的事你不能不管呢，家里现在可就剩下你一个主心骨了。你大哥叶向瑶是死了不成？我要能直接守管，那可真是太好了。丫鬟回来说，江家的院子也塌了，大哥和云溪姐也都受了重伤。什么？江家的院子也塌了？真的，现在全城的大夫都被江家请去了。嫂子，这下该怎么办呢？小家伙今这一手玩的也太大了，他一处可以说是意外，这连他两处。你说叶向阳和江云溪也都受了重伤，所以他的是江云溪的院子？我也不清楚。叶向瑶虽说不是我的对手，但也是朝廷三品大将，功夫不弱。就算屋子塌得再快，以他的身手也应该能逃出去的，怎么会身受重伤呢？这我怎么知道？这时戴巧又两眼放光地跑进屋子，还直接笑出了声。夫人，现在外头人都在传江家的屋子也塌了，塌的还是江云溪住的院子。听说屋子塌下来的时候，叶将军和江云溪正在榻上干柴烈火，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两个人都给埋里面了。江云溪被挖出来的时候，整个人白花花赤条条的，叶将军比他还惨，不但没穿衣服，听说连那儿都被横梁给压折了。现在怕是全京城的大夫都被请去了江家。一对狗男女，真是活该。嫂子，你如今还是我哥的正式夫人，那这事你就得管。我一个未出阁的姑娘，我才不要出去丢这个人。原来你也知道这事丢人呐。说得对，我的确不能不管，而且我还得去看笑话。戴巧，照顾好滚滚。滚滚一回头，滚滚连衣裳都自己穿好了。娘亲不带你去，是不想让污秽的场面脏了你的眼睛，更不想让江家和叶家人将此事联想到滚滚身上。断指绝孙，不干净，滚滚不道道。还得是你们神仙办事靠谱啊。罢了，戴巧，待会儿到了江家，你抱着滚滚在外头远远看看就行，莫要引人注目。戴巧明白。江云堂想到叶向瑶，嘴边又泛起一丝冷笑，吩咐小厮去准备一个担架，将军今儿怕是只能躺着，坐不了马车了。那我就给他风风光光的抬回来。江府此时已经乱成了一团，只有江子宇在前院主持大局。见江云堂过来，他的脸上也有一丝尴尬。云堂，这个时候你怎么过来了？我听说叶家那边也出事儿了。江云堂不想多说，直接问：叶向瑶在哪儿？我来接人。你来了也好，随我过来。江子宇正好不想担这份责任，便立刻带他去了海棠院。江云堂看着自己从前未出嫁时住的院子，竟被他们玷污，差点气晕。江家那么多院子，为何要把他们放在我的院中？故意恶心我是吗？其实我也觉得不合适，这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计较这些？只有你的院子离云溪的院子最近，而且你都出阁多少年了，院子空着也是空着，为何用不得？里面一个是你的妹妹，一个是你的夫君，
他们受了重伤你不担心，反而揪着这么点事儿不放，你还有没有人性啊？人性？那也得对方是人呐。若有一日大嫂跟别的男人被捉在床，大哥可一定要大度，最好连自己的床榻一并让出来。云堂你……江子宇瞬间气得瞠目结舌。江云堂懒得继续跟他耍嘴皮子，大步跨进院中。正房的暖阁内，叶向瑶正披头散发，灰头土脸，蜷缩在床上挣扎。其中最显眼的莫过于小腹下方那一片还沁着血。江云堂从未见过他如此落魄的模样，心中不知是何滋味。乔姨姨，她好像年猪呢。我在临水镇见人家杀年猪都是这样绑起来放在案板上的。江云堂猝不及防听到这一句，脑子里立马就有了画面。别说，还真是像，越看越像，一样的不停哼哼，一样的不停挣扎。江云堂一下没忍住笑出了声，今晚的气也终于顺了一些。我只是过来看看孩子，带孩子沐浴的时候，屋后那棵百年大树不知为何突然倒了，压垮了院子。我是为了救孩子才被砸伤的。那叶将军还真是父爱如山呐，管不住下半身的玩意儿，还拿孩子当借口。明明所有人都看到，他们被挖出来的时候还光着屁股埋在一起。既然你这么恶心我，那我也不客气了。叶将军说什么我都信，这不巧了吗？今儿晚上啊，安寿堂的佛堂也塌了，老夫人还被佛像砸断了双腿。你说什么？将军自来孝顺，此刻定是记挂着老夫人的。而且一个伤员失智，两个伤员也失智，就不辛苦大哥了，我这就带将军回府。你们进来吧。说完一挥手，让人抬来担架，将叶向瑶挪了上去。叶向瑶疼得浑身僵硬，哪有力气反抗？一直等他躺在担架上，被抬出了江府，进了大街，他才察觉出不对劲儿。马车呢？江云堂，快扶我上马车！马车空间狭小，将军所伤之处不便起卧，还是安心躺着吧。你是故意的，你就是故意的，江云堂！嘘，将军再叫，整条街上的人家可都要被叫醒了。将军也不想被人瞧见这副模样吧？叶向瑶气得眼角发红，眼眶都要裂了，咬牙切齿地紧紧闭上了嘴。但下一瞬，一阵清脆的铃铛声便从马车里飘了出来。小崽子，不许摇铃铛！滚滚一身胖嘟嘟的反肉肉听到这话，铃铛越发摇得飞起，贼响。不多时，便有好几户人家打开门，伸着脑袋往外瞅。叶向瑶这辈子从未如此丢过脸，死死捂住自己的头脸。江家与叶家不过2街之隔，江云堂却硬生生走了近半个时辰。待回到叶家，他又马不停蹄去了趟叶老夫人那里，对着同样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叶老夫人，有样学样的挤出一抹眼泪。江家和将军的事，母亲应该也听说了。母亲不要太过伤心，自己的身子要紧。将军虽伤了那里，可大夫也没说一定治不好啊，只是暂时不行，传出去难听些罢了。若真是治不好了，母亲也只有认命。好在将军已经有了一儿一女，虽说是外世子，但也算后继有人。只是从今往后，母亲就莫要再说儿媳生不出来这种话了，这可真怪不得儿媳了。叶老夫人看着江云堂惺惺作态的模样，气得手里的佛珠都要捏碎了。难道真是报应吗？不，我也是被逼的。要真有报应，那也不应该报应在我身上，一定是有脏东西在作祟，一定是。对了，滚滚，那个瘟神肯定是他。叶老夫人越想越觉得后怕，他跟姚哥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临水镇的人说他是正月初5突然出现在财神庙的，一副刚出生的样子。正月初5
就是那个死去的胎儿足月的日子啊！好巧不巧，江云堂怎么就收养了他呢？一定是滚滚，一定是他！那孩子就是恶鬼投胎，所有人都知道他是瘟神，就是他。滚滚，以后你莫要再替娘亲出头了，娘亲不希望滚滚因为娘亲而有任何危险。哪里有危险呀？现在叶家和江家的人都觉得滚滚是瘟神，所以一定会借着这个理由伤害滚滚的，甚至逼着滚滚离开娘亲。滚滚听到要和娘亲分开，有些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滚滚就不是瘟神，是小财神。娘亲知道，可是有时候这事儿咱们说了不算。那谁说了算？圣上叔叔吗？娘亲不是说他什么都能管吗？话是没错，但圣上只管天下。话还没说完，滚滚就已经闭上眼睛睡着了。滚滚，滚滚，睡着了，干什么去了？不言而喻。滚滚轻车熟路地找进皇宫，刚在后宫为国捐躯完的叶帝一进梦里，就听到有人在他耳边叹了好大一口气。唉，睁眼又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滚滚又来找朕办事了。滚滚不舍得将自己的拨浪鼓送给他，小大人似的点点头。这个送给你，然后你去告诉江家跟叶家的人，滚滚是小财神，不是小瘟神，不许他们分开滚滚和娘亲。叶帝瞬间皱起眉头，怎么回事？这个就说来话长了。那天天很冷很冷，一说就说了将近3个时辰。叶帝见天都快被他说亮了，他才说到吃席那里。我最喜欢的是鸡腿，那个鸡腿做的外酥里嫩。但是那个八宝饭的糖放的太少了，然后上面那个樱桃还好吃，咕噜肉也不错。正经有用的信息没多少，每天吃了什么菜，听了什么八卦，他倒是说得无比详细。叶帝听得头都大了，不得不打断他。滚滚啊，天亮了，朕该起床去上早朝了。你说的事，朕先记下了。可是滚滚还没有讲完呢，那滚滚明天晚上再来找你吧。朕明晚不困，不睡觉。那怎么办呢？不影响，没说完，事也能办。真的？朕乃天子，不骗小孩，但朕这次不收你的礼。朕先问你一个问题。滚滚赶紧把拨浪鼓揣回自己怀里。叶帝脸颊抽搐一下，好笑又好奇地问：谁的梦你都能进去吗？一直睡着醒不来的人，你能进去他的梦里吗？可以呀，爹爹给了滚滚梦魇兽的蛋蛋，滚滚想去谁的梦里都可以的。叶帝瞧着那蛋，一看便知不是凡间之物，看着滚滚的眼神更加确信。那朕托你去个地方，京城的玉清王府里头有个睡了7年多的叔叔，你隔三差五去他梦里陪他唠个嗑，可行？隔三差五，滚滚只求你一个，滚滚不划算。叶帝听得眼角直抽抽，你连2、3、5都认不全，还知道自己不划算？果然财神就是天生会抠。那你说说，朕该怎么补偿你？滚滚将梦魇蛋放回去，又从碗碗里掏出了5张财神殿的专用欠条。那打欠条，爹爹教的。叶帝看看上面盖着金光闪闪的财神殿的印玺，眼神那叫一个火热。和神仙做交易，我也算千古皇帝中第1人了吧？毫不犹豫按上了自己的手印儿。隔3差5，可不是让你去3次5次，这回朕赚翻了。
滚滚收好欠条就回家了。刚醒来就对上了娘亲的笑脸。娘亲，滚滚又跟那个叫圣上的商量好啦。你看，这是欠条。说完就叽里呱啦把和圣上的约定说了。圣叔叔可真笨，滚滚用1个换了他5个呢。滚滚是不是超聪明的？江云堂默了默，玉亲王的事我略有耳闻。玉亲王乃先帝幼子，更是先帝爷的宠妃嘉贵太妃所出。先帝驾崩的早，所以玉亲王几乎是由圣上养大的，文韬武略都极为出众。可就是这么个精彩绝艳的皇室贵胄，7年前突然在战场上受了重伤，昏迷至今。圣上让滚滚去他的梦里，绝不只是聊天这么简单，怕是想借用滚滚的神仙之力唤醒玉亲王。咱们滚滚当然是最聪明的，今日天气好，娘亲带滚滚去街上逛逛好不好？去接单。娘亲说过京城人可多啦。这时戴巧一脸着急地跑了进来。夫人，奴婢一早出去办事，听到外头的人都在传，说北定将军府和武安府院子塌了，是因为夫人您收养了个瘟神。这话谁散播出去的？奴婢打听了，是从武安侯府传开的。江云堂捏紧拳头，是我疏忽了，昨晚只顾防着安寿堂那边，竟忘了江家。我的好母亲怕是咽不下这口气，散播谣言只是第一步。江云堂心疼地看了眼滚滚，跟着我真是让你受委屈了。戴巧，你立刻替我去办2件事。江云堂吩咐完，便照常给滚滚换衣裳。滚滚刚才都听到了，有些失落地嘟着小嘴。娘亲，滚滚会不会接不到单啦？江云堂听这话，既心疼又好笑。这小家伙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着接单呢？不会的，娘亲带你去个地方，保证你今日接单接到手软。好。滚滚瞬间振奋起来，牵着娘亲的手出门攒业绩。刚走到门口，一辆马车停在了将军府门前，马车后面还跟着一列穿着道袍赶鬼服的道士巫婆。今日梁府发生诸多怪事，实在令人寝食难安。母亲怕你冥顽不灵不听劝，又担心你的安危，便自作主张请了人过来驱邪祟。云堂，你莫要辜负母亲一片苦心。滚滚瞧了一眼道士巫婆，眨巴眨巴大眼睛。驱邪祟，我熟呀，在临水镇我每年都参加的，而且我每次都坐在中间的。江云堂怎么也没想到，他的母亲能自私无礼到这种地步。为我好，我看你们是见不得我好才对，招呼都不打一声就带着道士上门，这和墙壁有何不同？这事乃是我与你婆母商量好的，你不同意也得同意。说罢，他便一挥手让驱邪道士们入府，还大开府门，生怕外人不知道将军府里有邪祟。江云堂同他硬刚到底，抱起滚滚就要走。娘亲，我跟你说啊。好吧。刚进前院，就看见叶老夫人一脸憔悴地坐在轮椅上。亲家，这是我昨夜连夜去径山寺求的，由主持亲自开的光，能护身辟邪。叶老夫人接过就立马戴上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两个老东西一唱一和，看起来像是早有默契。你们是不是早就商量好了？我早就说过，你带回来的这孽障是个瘟神，你们偏不信，这才回到京城几日就无端出了这样的祸事。不是这个孽障在作祟，还能是谁？叶老夫人也是心有余悸，看着滚滚的目光充满了畏惧和欲除之后快的迫切。云堂，你当体恤你母亲的爱女之心呐。若滚滚他不是邪祟，你又何必惧怕道士做法呢？他言下之意，今日江云堂若是阻止，反而心中有鬼。对峙间，叶向瑶也苍白着脸，有几个小厮推着来了前院。他显然也知道江老夫人的来意，目光回避着江云堂和滚滚，一句话不说，便直接吩咐：开始吧。
等等，把前院的门也打开，让门口那些看热闹的人都进来。你们如此大张旗鼓地逼我们母女，那我也要请外人做个见证，否则岂不是你们说什么便是什么？叶向瑶略顿迟疑，他虽用了麻沸药暂缓了疼痛，轻易看不出伤了哪里，却也怕人多被看出端倪。江老夫人却是自信满满，一锤定音：你要见证，那便随你，正好叫外头的人都看看你到底带回来个什么孽种。来人，把那小孽种押过去。等了那么久，终于轮到我积极上场啦！不用人动手，自己就哒哒的跑到中间去坐着了。开始吧！道士和神婆都懵了。哎呀，这么可爱的小娃娃，真是可惜了。那就开始吧。滚滚扭着小腰小屁股，跟着他们神神叨叨的节奏一阵扭，还咯咯直笑。左3圈，右3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笑得两个老夫人头皮发麻。东西都买好了吗？回府那日下午便叫人买好了，只等符咒一烧就起正务。就算不能杀了那小孽障，也得把他赶出京城。说话间，道士跳完了驱鬼舞，拿出一沓朱砂画的符咒。滚滚低头看着自己胸口的符，唉，京城的道士也跟临水镇的道士一样，一点都不专业。这个符咒根本就不能驱邪，还是得我来帮忙。唉，这凡间离了我滚滚，还怎么办呀？烧起来了！道士们吓坏了。滚滚，烧，直接烧死这恶鬼投胎的孽障才好。可那符咒几息之内就烧成了灰，滚滚却毫发无伤。烧出来的灰烬随着一阵诡异的风，聚成了一条线，飘向天空。一瞬间，天色仿佛暗了许多。那些看热闹的人见了，纷纷直呼神迹。那些道士可真有两把刷子呀！我从来没见过这般玄妙的驱邪仪式呢。下回给我家老祖宗也请一个。将军府不会真有邪祟吧？昨夜将军府和武安侯府院子塌了的事，你们听说了吗？当然听说了，我还听说邪祟就是将军夫人带回来的那个小娃娃，就坐中间那个。议论声还未落下，又一阵风起，浮灰在空中打了个旋儿后，直接飞走了。叶老夫人一瞧方向，瞬间脸色变了。不对呀，东西埋在正院，怎么往莲花湖的方向飞呀？那些道士到底可不可靠啊？你没跟他们交代仔细吗？江老夫人来叶家次数多，自然也看出了不对劲儿。我交代了，交代得清清楚楚啊！正北方的正院后面埋着一个带血的鬼娃娃，上面写着那小孽障的生辰，正月初5子时。他声音不小，叶向瑶听到后皱了下眉。滚滚也是正月初5子时生的？江老夫人意识到了什么，呸！他也配做瘟的东西！快拦住他们，不能让他们去莲花湖呢！可江云堂抱着滚滚走得极快，哪是那几个眼瞎腿瘸的人能比的？